妹妹们，想哥哥了吗？翠莹啊！想哥哥了吗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莲儿姐，莲儿姐，让我来了，莲儿姐，莲儿姐，别过来了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莲儿姐，我想。莲儿姐，听话，莲儿姐，你放开他！谁大海啊？小心哟！白天食堂是你吗？别过来！你是不是想哥哥了？坐下！你是不是想哥哥了？哥哥疼疼你啊！来呀！别说，放开他！敢打我贵哥，你个臭娘们儿！不要脸！就你打！就你打！就你打！打！打！就你打！臭娘们儿！就你谁敢打！臭娘们儿！就你打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求你们了！就你打！就你打！臭娘们儿！笑死了！我们跟你们拼了！什么情况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都住手！打开！打开！这个。哎呀，太不像话了！你们啊，胆敢在工厂里寻衅滋事、打架斗殴，老子把你们全部开除了！是他们闯进来耍流氓的！你个小妖精，他白天勾引我！我不管，看看把人都打成什么样了，就是你们的错。12号工坊所有人，这个月的薪水扣一半。是他们先动手的！是他们先动手的！我说扣谁就扣谁，我说扣多少就扣多少。有谁胆敢再说一句话，就地开除。睡觉，明天准时开工。我走。臭娘们，等着点啊，等着点，叫我等着。凭什么？怎么能这样？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老钟和卢阿贵根本就是一伙的。姐妹们，你们刚才也看到了，卢阿贵被我们打得头破血流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们。卢阿贵不能，老钟他也不能。对，可我们也不能把老钟打一顿，逼他不扣我们工钱呢。不用的，我们罢工。罢工？对，从明天起，我们大家都不出工。但是不出工的话，我们就没有钱拿。不出工，我们是会被他们打的呀。我们罢工，就是为了争取不挨打，为了争取拿到更多的工钱。更好的伙食，更安全的工坊，老板能同意吗？老板会开除我们的，那到时候工作都没了，日子更没法过了。相信我，老板不敢开除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现在有一批货要赶工，要是不能如期交货的话，他们是要赔钱的。他们这个时候开除我们，他们就找不到熟手，工期是不能耽误的。对。培养一个手至少也要1个星期，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不会开除我们的。只要我们坚持，他们就会答应我们的条件，但是前提是，我们必须团结一致。
要坚持到底。我们都听朱砂姐的。前段时间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纱厂的工人们，为了增加工资而选择了罢工。他们罢工坚持了13天，最终厂里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效仿他们，这个时候罢工，正是时候。朱砂姐，我要参加罢工，我再也不想被卢阿贵那个臭流氓欺负了。我也参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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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加。陈老板，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咱们不要再见面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还记得小时候，咱俩一起去河边洗衣服吗？我去帮你捞衣服，不小心掉河里去了。还好你手快，一把拉住了我。但那时候咱们都太小了，力气不够，你也没能把我拉上岸。咱就那样僵持着。我跟你说，你放手吧，不然你也会被拖到河里去。可你就是不放手，你就那么死拽着我，一直坚持的有人来救我们。当年你没放手，现在我也不会放。不要再提当年了。就算你现在把我救上去了，我也失了身了，回不去了。二妞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小时候在齐州药市，咱俩身上钱也只够买这个的。虽然没多少钱吧，只有几文钱，但是当时你扎在头上，好开心啊！在我心里，这红头绳才是最好的，再贵的珠花也比不上。你是这齐州药市上最美的那个。当时是挺开心的，但这红头绳，我的都已经丢了。你想留，这你留着吧。你的丢了没事儿，我的这不还在吗？我的这根给你。当年的你扎上它，是齐州药市上最美的女孩。现在，只要你再扎上，你也依然是，永远是。我不配了。不就是遇人不淑吗？不就是一段风尘吗？不管你遭遇到什么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女孩。谁说你回不去了？只要你自己不倒，你永远都可以重来一次。你觉得我还能重新来过吗？绝对可以。我真的可以。只要你想做，就没什么不可以的。3000大洋。什么？多少？还有你身上的衣服、首饰，这个房间里的陈设家具都得给我留下。你也太贪心了吧！当初小五把我卖给你的时候，也就卖了200大洋吧。
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说也帮你赚了有1000大洋了，你早他妈的赚了。你怎么不算算我给你花了多少钱？你平日里吃的喝的，身上穿的，脸上擦的，嘴上涂的，头上戴的，我请人教你弹琴作画、吟诗唱曲，跟男人周旋，哪样不是老娘我给你花的钱？你给我喊什么喊？你要这么跟我算的话，3000大洋是不是？行，我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。训练睡着了？嗯。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我想跟你借点钱。我们俩还用说借吗？你想要多少呀？3000大洋。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？我今天啊遇到二妞了，她现在人在灵芳楼，我想把她给赎出来。你等会儿。二妞，我最好的姐妹。灵芳楼。她被人给骗到那儿去了。赎身。那个老鸨，一开口要价就要3000大洋。我必须得把她给救出来。少华，你知道3000个大洋是多大一笔钱吗？知道，可是我想来想去的，也只能向你开口，也没别的法子。少华，从我15岁跟着我爹出来做生意，我到今天也就攒了200多个大洋，给了你一些，给了你大哥一些，我现在手上也就100个大洋。可是二妞该怎么办？你只拿得出100大洋，那我怎么办？要不，你暂且再忍耐1年呢？1年？对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待在这个地方，再被那帮臭男人糟蹋1年，是吧？但其实，也就1年而已。就1年而已。你怎么不待在这儿？咱俩换。不用1年，1个晚上。二妞，我，楚少华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你要烂死在这灵芳楼吧？你为什么要管我？我都已经绝望了，你为什么要给我希望啊？现在你轻飘飘的跟我说一句钱不够，那我怎么办？我都要死了，你可以不用救我，但是你能不能不要让我1年又1年的没钱了？二妞，我向你保证，1年过后我一定筹到钱，把你给赎出来。啊！这话太耳熟了，这话小五说过，王公子说过，连那个周议员都说过，谁来了？楚少华，我算看清楚你了，你跟那帮臭男人一样。二妞，我不是这样的。出去。走！你知道3000大洋是多大的一笔钱吗？他们陈家不是在京城开药铺的，他们家不是做大生意的吗？生意是大顺他爹的，不是大顺的。借口，全部都是借口。你们明明都有钱，但是没有人愿意救我。我说的是真的，假的，全是假的。楚少华，你满嘴假话，你自己已经不知道了。姐妹情深是假的，救我出去也是假的，让你拿出真金白银，现原形了吗？卡尔妞，你搞清楚，我不欠你的。你当初执意要跟小五跑，我劝过你，你听吗？你能有今天，完全就是咎由自取。楚少华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最恨的人不是小五了，
是你！他只是把我扔到水里面了，你把我从水里面拉起来，再让我呼吸了一口，又把我狠狠地摁下去。你比他们都狠，都恶毒！好，既然如此，卡尔牛，敌我从此恩断义绝，滚！陆宁香的闲事，我以后都不会再管了。陈家大少奶奶，您慢走。您要是还想多挣点钱呀，可以试试卖这个。哦，保准儿比您卖那些花柳膏挣的收入要高。哦，好。那这个您给我提多少？您卖一盒，我提您1成。我得看看它好卖不。哟，这不陈家大少奶奶吗？严妈妈，好久不见呀！啊，哟，你也来看病啊？哟，瞧您这话说的。哎呦，我说的嘛。我跟沈一章这聊生意呢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巧了，大少奶奶，我也正有生意上的事儿找你聊聊。咱们借一步说话。是小石头最近有什么纰漏吗？跟小石头没关系。那还是羽绒粉让您不满意了？您瞧瞧，羽绒粉挺好用的。那是因为什么事儿？您说吧。大少奶奶，哎，那个陆宁香，您还打算为她赎身吗？哟，您快别提她了。之前好心帮她，最后弄得我里外里不是人的。哎，她是一时糊涂，别影响了你们的姐妹情啊。哎，我姓楚，她姓康，我们可不是什么姐妹啊。您都打算为她赎身了，这交情可不浅呐。那也是她苦苦哀求，我看在同乡的面子上，想做个好事儿。原本以为她也就值几十块大洋，谁能想到她身价银子这么高啊！大少奶奶，您要还想为她赎身呢，拿2000大洋就够了。我早就跟您说过了，她的闲事我可不管了。严妈妈，你要是没别的事儿，那我先走一步，我还得去别家对账。别，哎，1500，1000。严妈妈，我给您交个底儿吧。我之前呢，之所以愿意帮他，我也是算过账的。我那乡下有个弟弟是傻的，正经人家的姑娘是不愿意嫁的。我原本以为花个180块大洋的把陆宁香赎了身，等同于给我那弟弟娶了个媳妇儿，这账我是算得过来的。但您要说是1000大洋，那肯定不行。那你能出多少？80吧。我还得留点钱给他们俩办婚事呢。大少奶奶，您要这样出价，这生意没法了了。哦，那我这都交底儿了，要不您也出个诚意价呗？500大洋。500大洋？如果您连500都出不起，那我就去找别的买家。我就不信凭着陆宁香，500还没人买。这500大洋。哎呦，这那我还得回去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太阳下山之前，您带着钱来临芳楼，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不是，您就这么定了。您这也太心急了吧？开开心心的活着，漂漂亮亮活着，堂堂正正活着。好，我一定。哎。你之后怎么打算？我想去上海。上海？嗯。你为什么想去上海啊？我有几个上海的客人跟我说，上海比北京城要更繁华，机会也比这儿多。我想去闯闯。对了，在你走之前呢，你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去了结。少奶奶，不好意思，虽然耽搁了几天，但是您交代的事儿
我给您完成了。谢谢赵老大。哎呀，你还甭说，我赵老大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这么硬气的杂碎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是吗？得嘞，人呢给您交到这儿了，至于怎么处置，您看着办。回见了您。回见。这不知道什么是吗？我没见，找错人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吗？你的确不知道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看看他是谁。小五，还认得我吗？二妞，二妞，还认得我啊？二妞，我竟然还能再见到你，我死而无憾了。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我吧？二妞，我负了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个人。现在知道自己不是人了。你走之后，我每天都在痛苦后悔中，我恨不得亲手杀了我自己。你在林芳楼受苦，我在外面受煎熬啊！但是现在再说这些，有什么用呢？我知道没有了，我只求你现实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弥补我对你犯的错。你想怎么弥补？我在死之前，我能一生陪着你，对你好，什么也不做，就只对你好，像当年。当年。对，当年，二妞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，我只要一有空，我就来找你。你想吃什么，我就买好了送到你手上。我哪怕兜里只有最后1文钱，我也要花在你身上。当年你的确对我好过，我还会继续对你好，加倍对你好。经过这些年，我才知道，穷也罢，被骗也罢，挨打也罢，都抵不过失去你的痛苦。我现在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。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二妞，你是这个世上对我最好、最亲的人，我不能失去你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吧？句句真心。把你的舌头伸出来，我想好好看看你的舌头长成什么样，居然能说出这么动听的话。伸出来。哎，你记得吧？前些日子我跟大少奶奶去要账呢，在林芳楼遇到大少奶奶之前的好姐妹。之前听你说过呀。啊，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了了呀，结果前2天，大少奶奶愣是花了几百大洋把她姐妹给赎回来了。几百大洋啊！所以啊，咱们大少奶奶的为人，你俩那大壮，你俩那谁什么姐妹？哦，我们说的是大壮昨天听的戏。哦，对，夫人，我看戏去了，昨晚。哦，什么几百大洋啊？戏折子里的。哦，昨晚看戏去了？啊，对，听戏去了。
韶华，二娘，哎呀，总算赶到了。你把轩轩带来了？对，就是因为带他，所以才晚了。还想说让他见见你呢，你看他睡着了，真可爱。韶华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了。二妞，轩轩就是你的女儿啊。这以后啊，我带着轩轩去上海看你去，一定的。哎呀，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。那我就都先收下了。这里面有陈家的地址，我都在。你到了上海，第一时间一定要给我写封信啊！我知道。韶华，我这次到了上海，一定风风光光的回来。二妞，我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。放心吧，我得走了。走吧。注意脚下。韶华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你别担心我，回去吧。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平平安安的啊。几百大洋。你听哪个伙计说的？就是那又黑又瘦的小石头。他一向持重，这很少乱说话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老大家的，他一定偷偷的把银子往他娘家搬呢。我当初跟你说过没有啊？不能跟这个贫苦这家庭结亲。不听啊，几百大洋哎！你要照这么下去，哎，用不了1年就得把咱们陈记药铺给搬空了。少说2句吧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嫂子，哎，宋平，嫂子，你可回来了，出事儿了啊？怎么了？啊，谢谢啊。怎么了？爹正在打大哥呢。啊？大哥从公账上偷了200块钱，被发现了。大顺，你可得说实话，那钱是不是你媳妇拿的？不是，跟韶华没关系，是我挪用的。你拿那些钱干什么去了？我那个喝花酒赌钱了。我，爹，韶华，这没你什么事，你回屋去。别生气，别生气。韶华，韶华，你老老实实的说哈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爹，那200块是大顺挪用的，但他这么做是因为我。韶华，你干嘛呀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什么来着？行，说吧。拿那些钱干什么去了？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姐妹，被坏人所害，沦落到了林芳楼。我想给她赎身，可是我的钱不够，大顺知道了，他想帮我，所以才在公账上借了200块。林芳楼是什么地方？你拿着钱要把那样的人给赎出来，二顺都干不出这种事儿来，荒唐！爹，娘，你们别责骂大顺，这件事因我而起，要打要罚，由我承担。爹，那公款是我挪用的，韶华什么都不知道，要罚就罚我吧。这200块钱你能给要回来吗？娘，您放心，年底之前，我一定能把钱还上。你吃我们陈家，用我们陈家，住我们陈家，
你拿什么还？我吃住虽然在家，可是我一直在给家里挣钱呀。哼，就你挣那点散碎银两。爹，今年我跟韶华不分红了。分红？你以为你们那点分红的钱就能填上这个窟窿了吗？那明年也不用分了，什么时候填上什么时候分。那你那意思，要是如果10年20年都填不上，那这个钱就10年20年都还不上呗？用不了多久的，我说了，年底之前我能把这钱还上。那利息呢？罚金呢？啊？你说呀？年底之前，我还2间大洋够了吗？韶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自己说的啊。韶华，如果做不到呢？做不到，我就一直干活，我不要1分工钱，我不要分红。好，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去了吧。哎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这事就这么就算完了。起来，起来。为什么不跟我说是从公账上转的钱？我如果告诉你，肯定会让你为难啊。那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了。你就不怕爹把你的腿给打断了？如果你救不出二妞，你肯定会难过吧？相比腿断，我更怕让你伤心。大顺，大顺。可是刚才你已经夸下海口了，你在年底之前要挣到2000大洋，你想好怎么挣了吗？哎，您好，这是我们陈记药铺的优待券。您好，我们陈记药铺的优待券。现在我把这玉容膏给擦去哈，是不是比没擦玉容膏的这边更白更嫩了？这夏至呢是阳气最旺的时节，养生就讲究着保护阳气，所以就要用这个5味龙眼羊参制成的护阳包。哎，您好，您看看我们陈记药铺的优待券，买药可以直接抵钱的。我们这还有玉容粉、美容养颜，您多了解一下哈。现在订购的话，价格还能从优呢。对了，我这儿还有明眸霜，专门擦在眼周的。至于大暑呢，正所谓冬病夏治，这个时节呀，是调养阳虚最好的时节了。这个优待券啊，就是您到了我们陈记药铺买药可以直接抵钱的。我们对老客呢还有折扣。我们陈记药铺啊，诚心对病家服务，老客优待，重道轻财。对了，我们这还有新出的羽绒粉，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。您如果喜欢，想了解，可以去我们陈记药铺去看一看。您若是有需要的话，啊，可以来我们陈记药铺，或者我们给您送上门都可以的。陈记药铺的优待券，了解一下。注意，切忌辛辣。来嘞，慢走啊！回来了。哎，来，累了吧？哎，今天收获怎么样啊？今儿啊，走了15家，拉了8个新客，卖了15盒羽绒粉，8盒羽绒霜。还行啊。哎，你帮我去看看，到今天为止我赚了多少钱？哎呀，算上今天的收获，一共152块大洋。才152？怎么？你不相信我算的账呀？你自己看。不是。哎呦，完了！我跟你说啊，这到年底，我肯定是赚不够那2000大洋了。这离年底不是还早着吗？可是我能出的招都使完了。没事，不急。再喝点。你说你当时怎么不劝劝我呢？我这一时冲动的，就跟你爹那儿夸下海口。哎呀，大不了
你就给我们家当一辈子不要钱的伙计呗。那不行，那我就亏了。嘿，都是一家人，亏什么亏啊？请问掌柜的在吗？在。哎，您好，先生，请问需要什么？啊，在下北京首元药庄高千一。高掌柜。哎，好心人啊，今天好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你？哎呀，松开。老板，拿着，拿着啊，去买点好吃的啊。谢谢好心人。久仰，久仰。哎，不敢不敢，在下呢也是久仰咱们陈记药铺的玉龙粉的威名，今日呢是特地前来取经的。高掌柜谬赞了，来这边请，请。高阳，你胳膊受伤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我等你。多亏光耀哥还你清白，你就一点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怕他冤枉我吗？刺客的钱包我早就搜过了，不是只有你的光耀哥哥才那么细心。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无论是推理能力还是心思缜密，我哪一点都不比他差。你笑什么？为什么必须要让我知道？你干嘛一定要在我面前跟光耀哥比啊？我没比，明明是你担心我。我担心你什么呀？你想多了。你不应该担心我吗？如果我出事了，谁还替你办事啊？也不知道谁想多。你怎么这么无赖啊？那你还替无赖包撒？我走了。哎，夜深了，我送你吧。你这2天走背子，别又让人给绑了。我走背子也是从认识你开始的，好不好？认识我，你才不会走背子。光耀，徐伯父要是知道你把搞垮谭玄龄的大好机会白白给浪费了，他肯定会找你算账的。算就算吧，反正这种栽赃诬陷的事，我做不来。又没让你栽赃他，是南边要栽赃他。你顺水推舟，扳倒谭玄龄也算是不辱使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以为南边会这么好心，替我们除掉眼中钉吗？自然是没安好心。我们的3位副帅正在整编5省联军，南边这个时候派人刺杀光耀，并且栽赃给谭玄龄，上海局势必乱，整军之事也自然顺利不得。你现在倒是明白了，光耀，你一开始就要求自己亲审此案，是不是防着徐伯父借此做文章？你既然自己亲自审过了，徐伯父便不好再借题发挥了。洪琛，有些话心里知道就好，不必说出来。知道不端，你却偏要做个正人君子，我是替你不值啊。没有什么值不值，只有该不该。谭四，哎，拿下来。还疼吗？好多了。司令，你说这刺客真是南边派来的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像。你想啊，咱们谭家军跟革命党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那怎么就把矛头指向咱们了呢？你再者说了，你要论起来的话，那徐督军、裴督军那都杀过革命党啊，要找麻烦先找他们才对啊，那找咱们干嘛？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只不过现在死无对证，只能按革命党处理了。
乖啊，哥哥，你胳膊受伤了，我特意炖了鸡汤，你喝一点吧。没事，太晚了，我没胃口。我特意炖了好久，很好喝的，你就喝一口嘛。谢谢你的一片好意，我真的不饿，你自己喝吧。哎，婉清，你回来了。光耀哥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这伤好些吗？啊，没事。今天晚上没吓着你吧？是谭司令送你回来的。是一个勤务兵送我回来的。放心，我胆子没那么小。有谭司令在，姐姐自然也不用害怕。光耀哥哥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婉婷也在啊。我刚做了宵夜，正准备和光耀哥哥一起吃呢。婉婷小姐，我说了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那我也先上去休息了，你早点睡，伤还没好。报告，进来。司令，门口有位姓廖的先生求见。不见，说我不在。廖先生说，10年前他是您父亲的随军医生。给他喝点粥吧。兄弟，出什么事情了？看，司令和大公子在前方山谷遇上了马匪，快去支援！哎，学林。司令，玄林，廖叔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快让我看看你。哎呀，这大小伙子了啊！我早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消息，这当年谭家的二少爷，现在已经是威风凛凛的上海王喽。廖叔，10年没见了，这10年里，我一直想联系您。可是，一直联系不上，您过得还好吗？做些小生意，勉强混日子罢了。哎，来，廖叔，请坐，坐吧。
来，来，谢谢。六叔，我知道，当年你是因为在罗督军面前据理力争，反对取消谭家军的番号，所以才被罗督军驱逐的。当年遇上马匪，辎重被劫，你父亲战死，这罗督军不仅没有抚恤，还把所有战败的原因都加在了你父亲头上，连番号一并取消，未免太让人心寒了。这一战，让我们谭家多少年都抬不起头来。我带着兄弟们打了无数胜仗，可是到现在还有人在嚼舌根，说我们当年连马匪都打不过。人言可畏啊！你父亲生前军功显赫，可这最后一场败仗，把他一辈子的名声都打进去了。六叔，其实我想问你，当年那场仗的惨状你也看到了，你心里有没有一点怀疑呢？其实我一直怀疑，你父亲遇上的不是马匪。六叔，你也觉得他们不是马匪？马匪只为劫财，一般不会斩尽杀绝。可当时，他们炸毁山石，封住山谷，你父亲、你大哥，还有所有的部下全部阵亡。我实在是想不出，什么样的马匪能有这样的战斗力。这10年，我转战南北，可是再也没有听到这伙人的消息。如果他们真的是马匪，不可能干一票就金盆洗手了呀。可惜，当年没有一个幸存者。我每次梦见我父亲，我都想跟他问问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可惜梦就醒了。这是当年从你父亲伤口上取下的弹头，这些年我一直留着，也许你能用得上。开花弹。当年所有遗体身上的创伤都特别大，很多甚至被炸开了半个胸膛。这种子弹，在全世界的正规军里面都是禁止使用的。廖先生，我能不能这么理解？正规军不会用，马匪也绝不会用。玄林，我还想跟你说，很多事情并不像你眼前所看到的那样。当年谭家受到的冤屈，今天不要再加在别人身上。六叔，您是不是意有所指啊？当年你父亲遇上的马匪可能不是马匪，昨晚远东饭店的革命党也可能不是革命党。六叔，那您现在做什么生意啊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过去的事，今天的事，还望小谭司令都能寻得真相。好。已经登报结案了，确实是革命党所为。副帅，儿子实在无法罔顾真相。真相并不重要，你这样心思手软，你怎么斗得过那姓谭的？到手的机会你都抓不住。是儿子错失良机，请您责罚。罢了，你性格刚正，真让你做了违背内心的事情，怕是你心里也过不去。
谢父亲谅解。这政治啊，就像下棋，失去了先机，便再也无法挽回。好在这胜负也不是一局定输赢的。谭玄林签下的约法3章第1条，遣散安置谭家军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这一局我们必须赢。是。要说，昨晚除了刺客，督军府已经下令，命我全城搜捕革命党。这市面上，且得乱一阵子了，生意不好做，您多加小心。好的。不过我一生意人，谁又会找我的麻烦呢？要说，别让我为难。明白。谭司令，后会有期。廖先生，后会有期。这弹头从哪来的？真的是老司令身上的？老傅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的廖医生？我记得，老司令身边的军医，斯斯文文的，一看就是个文化人。我遇见他了，这是他给我的。这么多年了，他还留着。他也怀疑，杀死我爹的可能不是马匪。我就知道。老司令绝对不可能输给一伙马匪，可是跟着老司令的兄弟都不在了，没人知道山谷里发生了什么。就司令，居然把这姓谭的排在我们前面，还说他是什么4少帅之首，哎，有没有搞错？就凭他？八卦小报的噱头而已，不足为惧。谭玄林他就是一马匪土包子，凭什么和我们相提并论？要争论职位，我们可还真不如他。不过是个傀儡司令罢了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最见不惯他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他迟迟不肯解散谭家军，只怕是不想当这个傀儡。那就由不得他了。总统大人，好久不见。请坐。谢谢。之前总统大人几次邀约，我都因为拍戏繁忙，实在无法前往。今天我做东，特意向您赔罪。顾小姐，你不必道歉，只要顾小姐约我永远有时间了。谢谢总统大人。总统大人，真巧啊！谭司令，谭玄林，秘书说你晚上约了人，费安顿，不是，这俩怎么整一块儿了？
看来我们应该不是偶遇吧？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的眼睛。我约了您好几次，都被您的秘书给挡下来了，所以我才借顾小姐的面子，希望您不要见怪啊。约瑟夫先生是我的好友，你却把他当作刺客抓了起来。谭司令，这是新官上任给我一个下马威吗？总统大人真是中国通啊，下马威都知道。但是这个词用在我的身上非常的不合适。在您的面前啊，我是马首是瞻。光耀，我刚才在雪茄吧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堂堂苏少帅，连你司令部的门都进不来了。我跟你说正事儿，刚刚我在雪茄吧挑雪茄，你猜我见着谁？顾月霜。我是见到顾月霜了，但是他和谭玄龄在一起。他们本来就一对，在一起不奇怪吧？但是和他俩在一块儿的另外一个人，你肯定觉得奇怪。大惊小怪。谁啊？费安顿。你想见上？你想见上会民团？对，我的兵啊，都是打过仗的老兵了，所以维护治安自然不在话下。现在的工部局只有巡警和宪兵，这华人之间的纠纷，他们不便出面。如果我们成立这个商会民团，或许就方便许多。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谭司令你一上任时便与督军府约法3章，这第一条是解散军队，而且期限就快到了吧？总统大人，记性真好。只不过我的这些兵，唯一的本事就是打仗。这督军府非得把他们放在工厂里，完全是无用武之地啊！而且现在这个形势非常混乱，这革命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进来了。这督军府自己都自顾不暇了，难道总统大人不想建一个属于上海、完全不受任何人摆布的私人武装吗？这靠天靠地，不如靠我们自己啊！我想是你想弄一支不受任何人摆布的武装吧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这个提议是真是有点意思了。我想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只不过我需要看到你的诚意。总统大人放心，我会给你安排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。谭玄龄找费安顿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甭管他想干什么，对咱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儿。我记得你和费安顿的女秘书有些交情。那只是我众多仰慕者之一，也算是有些交情吧。反正那洋妞挺喜欢我的，你说吧，要我帮你办什么事？你帮我去问问，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。Oh dear, we have married so many years. I don't even know you are so romantic. I couldn't be happier this anniversary. Anything but you want, darling. 小师叔，你也太坏了。
都安排好了不告诉我，害我紧张半天。你就不应该紧张，有我在啊，谁也不能占你便宜。那倒是，我这辈子有小叔叔就够了，我都不用嫁人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回去吧啊，开车慢点。那我走了，慢点，拜拜。开车慢点啊。嗯。司令，双儿小姐还跟以前一样，跟你那么亲。她当然跟我亲了，她的命是我捡回来的，能不亲吗？哎，司令，你说费安顿能看在双儿小姐的面子上帮咱们吗？当然不能了，他这个老狐狸，哼，没那么轻易拿下。那你还不着急？这眼看着就到这解散的日子了。这饭啊，要一口一口的吃，路呢要一步一步的走。嘿，真厉害！哎，我要是你，早就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哎，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？就是形容那个天在你面前，库嚓一下就塌下来了，然后你还面不改色的。老子15岁那年，天就塌下来了。放心吧，谭家军的天塌不了。开门。哎。是这样的，光耀，这个谭玄龄呢，想把他的部队改编成为商会民团武装。你看这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少帅，谭玄龄居然想怂恿费安顿，要把他的部队改编成商会民团武装。他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上海司令，费安顿不会冒这种风险去得罪我们督军府帮他吧？很难说。从费安顿的立场，如今局势并不明朗，手里多几支枪，便多几分把握。谭玄龄的提议正中下怀，难保他不会动心。早知道这个样子，刺客一事啊，还不如栽到他头上，不惹督军不高兴。我这世界上不光是有人情世故，还有是非曲直。看来我有必要拜访一下这位总董事大人。进来。怎么是你啊？哦，我看门没关，就进来看一下。这个谭四，向来不把门关好。我是不是来的不太是时候啊？没有。来，给我吧。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就问问你伤口怎么样了。没事，小伤，已经快好了。你今天不太高兴？有吗？你是不是在想安置谭家军的事情啊？庆功宴上你说年前会做好，听说督军府一直在催你。你要是有困难，要不我去劝劝我爸爸，把他们安置在穆家产业里。我不是来替光耀哥催你的，我是真的想帮你的忙，毕竟我们穆家产业的工资最高啊。这事儿你可能帮不上我。啊，放心吧，我这么唯利是图的人呢，需要你的时候一定会找你帮忙的，不会客气。去吧。好，走吧。
光耀哥，光耀哥，出什么事啦？哦，我约了费安顿，准备跟他商量安置谭家军的事。今天你就先回家休息吧，晚饭也不用备我的了。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啊？穆家在上海还是有几分面子的，我在旁帮着说话，早点安置好谭家军，你也好早点回悦城啊。我只是觉得，你一个女孩子去应酬不太好。我是你的秘书，陪你应酬是分内的事情，更何况堂堂督办大人出门，怎么能没有随从呢？好，那就听秘书小姐的。小叔叔日理万机的，怎么今天有空请我吃饭？你帮我约到了费安顿，我肯定要好好感激你一下。那一顿饭可不够，我今天可是为了见你，连费安顿的邀约都拒绝了。他邀请你干嘛？不会是因为我借你的面见他，他为难你吧？那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怎么说，我也是电影圈的上海王，他哄着我还来不及呢。这次是他要和徐少帅吃饭，请我去陪陪女眷。我就说我要拍戏，拒绝了。徐少帅不就是你司令部那位徐督办吗？他们俩什么时候搞到一块儿去的？而且他不是没结婚吗？哪来的女眷？双儿，改天再请你吃饭。万四，走了。好呀，哎。说走就走，谁在乎的是饭啊？请。费董。徐督办，幸会。费董，光耀来上海也几个月了，一直琐事缠身，没有机会登门拜访您。副帅已经怪罪我了，让我今晚好好陪您喝几杯。对了，这位小姐可是穆公从日本归来的女儿吗？是吗？让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穆婉清小姐，现在是我的外文秘书。穆小姐前几次酒会都是惊鸿一瞥，今日一见真是气质不凡，不愧为上海第一千金。总统大人过奖了，以后在上海的工作还请总统大人多指教。那我乐意为穆小姐效劳。总统大人，我们坐下边吃边聊吧。好的。哎，司令，穆小姐跟徐督办吃饭，你还要盯着呀？你是不知道，费安顿这个老色鬼，徐光耀对付不了。费董，今天工部局抄送了我们司令部一份关于日本经济产业省的通报，里面提到日本棉纱厂愿意提供低息贷款给中国纱厂，不知您是否有留意到呢？这个我注意到了，不过这是棉纱行业的问题啊，穆小姐是最有发言权的啊。毕竟现在上海的中国纱厂将近一半都是穆家的。那穆小姐，你觉得日本商会的贷款该不该要呢？费董如此精明，当然知道这中间的利弊。日本棉纱商想用这种方法兼并中国的市场，
然后欺行霸市，哄抬价格。他们已经搞乱了天津、青岛这些地方的棉纱市场，现在又想故技重施来搅乱上海的市场。如果费董您不制止，那上海恐怕迟早一片混乱。不光是外文秘书，你看他样子也是经济秘书嘛。不过你们木家自己有棉花供货商，也有码头仓库，也有固定的销售渠道，想必不会受到影响吧？可这棉纱行业是国计民生的行业，是关系到老百姓的。如果落到日本人手中，不免受制于人。费董，您设想一下，如果这以后啊，我们军用的棉衣、老百姓的棉被、医用的纱布，全部都要从日本人手里拿，想必你也不安心吧？不愧是木工的女儿，你想的很是长远啊。穆家愿意出钱帮助这些困难的纱厂渡过难关，而且无息贷款。你们不是明摆着要和日本人打擂台吗？那我要是选择支持你们，拒绝小日本，那我难免有失公道啊。这个，费董不必担心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您两头都不得罪。好，那你说说看。费董，谭家军正在等待解散安置。如果能够把他们安置到纱厂里，穆家就能以补贴安置的理由给纱厂一笔钱。纱厂有了资金渡过难关，自然不用跟日本人贷款。日本人的贷款放不出去，也不会怨到您头上。那更关键的是，把谭家军都安置在纱厂里，谭司令的商会民团也就没法成立了。原来那个家伙想把谭家军改建成民团武装，难怪不找我帮忙。徐少帅，你呀，你走了那么大一个圈子，你是不是就是想把这个民团的事叫黄啊？对吗？费董啊，我和您交个底吧。上海是受督军府的管辖范围，督军府是不会承认有民团武装的存在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。穆小姐，此事关系到你们穆家的利益，那你是让我得罪日本人和谭司令？难道你不该先和我喝几杯吗？那你就表示一下你的诚意。来，来，费董啊，穆小姐酒量浅，还是我陪您喝吧。穆小姐，你请我帮忙，但是你不跟我喝酒，那没有诚意嘛？费董，这洋酒我实在是喝不惯。没有问题，来，我们喝中国茅台怎么样？是吧？来，慢点。费董，穆小姐确实酒量浅，还是我来和你喝吧。徐少帅且慢。那如果这酒是我请穆小姐喝呢？那自然是我敬她一杯，她会敬我一杯。那到你这里可就不合适啊。那费董先生打算怎么喝呢？6。我很喜欢6是个好数字。那这样吧，他喝1杯，你替他喝
6倍如何？